不是皮肤病，而是肾衰竭。医生，皮肤出现3个表现，或是肾脏在求救。张大叔今年40岁，在这之前他都没有好好在意过自己的身体。他一直忙于工作，常年无休，没正经吃过几顿饭。熬夜成为他的日常，烟酒是他的续命药。身体经不起他这么造，有一次半夜腹痛，去医院查出来肾结石，还有慢性肾炎。医生跟他说，以后还不注意的话，会出大事的。但他并没有将医生的话当回事，依旧跟以前一样，没有做出任何改变。殊不知，后来医生曾告诫过他的话真的灵验了。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，张大叔觉得皮肤也有不适，老是觉得很痒，他没有多想，以为只是皮肤太干燥了才瘙痒的，慢慢的皮肤瘙痒的更加厉害了，实在忍不住，有几处地方都被抠破了皮。张大叔想着应该是皮肤病，于是去药店买了几盒止痒药膏。初期还有些止痒的效果，但后面涂上厚厚的一层也依旧不能止痒，这让张大叔担心了起来，难道真的生病了？他决定去医院好好看看。到了医院，张大叔给医生讲了具体情况，医生给他做体格检查，发现他的皮肤还有些轻微水肿，医生猜想可能是肾脏方面的问题，于是给他开了相关检查。检查结果显示，血常规中肌酐和尿素氮指标明显升高，肾脏 CT 显示双肾萎缩，张大叔被确诊为肾衰竭。张大叔听到这个消息，心情犹如天打雷劈，根本无法接受。张大叔激动地说，怎么可能呢？我怎么可能会得肾衰竭？我之前确实肾脏方面有些疾病，但也不至于这么严重吧？医生说，皮肤瘙痒、水肿都是肾衰竭的症状啊，肾脏早就在求救了，只是你没当回事而已。而且你本身有肾脏疾病，更应该要注意啊，何至于发展成肾衰竭？张大叔后悔不已，那次没有好好听医生的话，现在真的出了大事。医生究其患病原因，与张大叔交流后得知他年轻时生活作息、饮食方面都有很大问题，而且他还有肾脏基础疾病、肾结石和慢性肾炎，可能多种因素影响，导致张大叔患上了肾衰竭。后续张大叔经过治疗，症状得到缓解，但想要完全治愈还是个漫长的过程。我们偶尔也会突发皮肤瘙痒，谁又会想到皮肤瘙痒是肾衰竭的表现？但张大叔的例子却证实了这一点，皮肤瘙痒可能不是皮肤病，而是肾衰竭。今天我们就来了解关于肾衰竭的知识。患肾衰竭时，皮肤会出现哪3种表现？还有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怎么保护肾脏，预防肾脏疾病的发生。1、引发肾衰竭的原因。在了解肾衰竭之前，我们先了解肾脏在人体中的重要性。肾脏有着排泄代谢物质、分泌激素、维持电解质及酸碱度平衡，它是机体不可缺少的器官之一。当肾脏出现问题时，往往会出现酸碱失衡、电解质紊乱、毒素堆积在肾脏、内分泌失调、小便异常等一系列影响，从而引发肾炎、肾病综合征、肾衰竭等肾脏疾病。肾衰竭是肾脏疾病中比较严重的一种，简单来说就是肾功能已经到了很差的地步，甚至说是肾功能已经丧失，机体需要肾脏帮忙的地方，它全都做不了。肾衰竭可以分为急性肾损伤和慢性肾衰竭，张大叔肾衰竭的类型就是后者。急性肾损伤主要是由于突发某种疾病而引发的，比如手术、大出血、休克、心力衰竭等。当突发这些疾病时，机体血液循环出现障碍，导致有效血容量减少，流往肾脏的血量减少，就会引起肾脏的损伤。还有服用一些有损肾功能的药物也会诱发肾衰竭，因为服用这类药物对肾脏的伤害每日增加，长期以往就会引起肾损伤。慢性肾衰竭主要是由慢性肾炎、高血压、糖尿病发展而来的。长期慢性肾炎，肾小球滤过率降低，逐渐的肾小球出现硬化，如果不加以控制，就会发展成肾衰竭。高血压肾损伤和糖尿病肾病也是说肾脏血管发生病变，肾动脉出现硬化，导致肾脏纤维化，进而发展为慢性肾衰竭。肾衰竭早期通常无症状表现出来，只是有些低血压或头晕，一般人不会引起重视。慢慢的会出现恶心、呕吐、食欲不振、头痛、全身乏力等症状，还有些患者会出现呼吸困难、贫血、心律失常。
往往这个时候去医院检查，肾功能损伤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地步了。在治疗上多采取对症治疗，出现电解质紊乱的就输液维持电解质平衡，机体代谢废物排不出来，就用利尿剂来排出体内多余液体，还要加上药物等辅助治疗。如果这些治疗都没有缓解症状的话，医生会建议进行透析治疗，将人体血液引出体外，借用工具透析器的滤过，将代谢毒素从血液中排出，然后再将干净的血液输送到体内。这其实就是个简易版的模仿肾脏功能排泄毒素。如果有合适的肾源，可以进行肾脏移植手术。随着医学科技的发展，肾脏移植变得也不再是个难题。总之，治疗肾衰竭是个漫长的过程，需要患者们做好准备。除了上面说到的肾衰竭出现的症状，患上肾衰竭或其他肾脏疾病时，皮肤会出现几个表现，以此来提醒人们。二、肾衰竭皮肤发出的3种信号。一、皮肤瘙痒。突发皮肤瘙痒往往是肾脏出现了问题，肾脏功能损伤导致肾脏运作困难，就意味着毒素堆积在肾脏无法排出。慢慢的，毒素不仅仅只是堆积在肾脏，它会向其他器官蔓延，血管、组织也都会被侵袭，皮肤组织也难以避免。毒素渗入到皮肤下层，刺激皮肤感觉神经末梢，就会出现皮肤瘙痒的症状。往往在早期，很多人都会跟张大叔一样不重视，以为只是简单的皮肤病，买一些止痒药膏涂上，任由发展，多处皮肤都会出现瘙痒的症状。控制不住的瘙痒，尽管抓挠破皮出血，痒感也不会停止。大家找不出原因，并去医院检查，而这个时候已经是肾衰竭晚期了。二、皮肤肿胀。肾衰竭患者会出现皮肤肿胀的症状，毒素无法排出，水分一样也无法排出，所以肾衰竭患者会出现少尿的症状，有些患者甚至是无尿。水分一排不出来，形成了液体潴留，就会表现在皮肤上，出现水肿。还有一部分是由于肾衰竭患者会排出蛋白尿，血液中的蛋白浓度会降低，血浆渗透压也随之下降，导致水分渗入到皮肤组织中，就会出现水肿的现象。患者多表现为颜面水肿，特别是眼睑部水肿，有些患者会出现双腿水肿，严重者全身都是肿胀的，这时就要注意体内水肿、脑水肿、肺水肿等情况。三、皮肤暗沉及苍白。肾衰竭患者血液中血红蛋白指标会降低，所以往往患者们都会有贫血的症状，而表现出来的就是皮肤苍白，没有血色，嘴唇也会呈现一种乌白色。有一种尿毒素因肾脏无法排出，长期堆积在皮下组织，就会导致黑色素增加，从而出现皮肤暗沉、长出斑点等症状。当患有肾衰竭时，皮肤发出的3种信号我们已经了解到。肾衰竭的危害这么大，那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可以怎么预防肾衰竭及其他肾脏疾病的发生呢？接着往下看。三、预防肾脏疾病，我们可以怎么做？预防肾脏疾病，我们在饮食上需要多加注意。我们需要控制盐分摄入，因为大部分的盐分最终都会被肾脏代谢。盐分中的钠离子会大量堆积在肾脏，钠离子浓度增加，水也受钠的影响排出困难，长期以往就会对肾脏造成一定伤害。我们要多喝水，多喝水就会尿量增加，尿液生成的同时，体内的代谢物质及毒素也会加入到尿液中，随即被排出来。多喝水还可以预防肾结石及泌尿系结石，很多小的结石都是可以通过尿液一起排出来的，这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肾脏疾病的发生，也降低患肾衰竭的风险。我们还要预防高血压、糖尿病、高血脂等疾病的发生，因为这些基础疾病是可以直接影响到肾脏功能的，很容易就并发肾脏疾病。上面说到慢性肾衰竭的主要原因也是与高血压及糖尿病有关。最后我们需要定期体检，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很难发现肾脏功能是否有损害，只有去医院检查时才能查出肾功能各项指标的变化。如果查出来肾功能异常，我们要及时干预治疗，避免使症状恶化，出现各种肾脏疾病。通过张大叔的例子，我们知道了皮肤瘙痒可能不是简单的皮肤病，而是肾脏出现了问题。不管是肾衰竭还是其他肾脏疾病，治疗都不是一件易事。
所以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良好的习惯，定期检查肾脏功能。当皮肤出现症状时，及时前往医院检查及治疗，这样才是真的在保护我们不可以缺少的器官肾脏。